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林英慧所著的《提升健康技术大全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难以养成良好习惯的原因；第二，养成良好习惯的技术；第三，戒掉不良习惯的技术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难以养成良好习惯的原因。如果您希望实现健康长寿，实际上已经知道应该怎么做了。不吸烟，适度享用甜食和酒精，多吃蔬菜和鱼类，保持适度的运动，保证充足的睡眠。这些看似是很简单的事情，但为什么却常常难以做到呢？许多人会认为这是意志力不足或努力不够的问题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。作者指出，改变生活习惯对健康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困难，并非因为我们懒惰或意志力薄弱，而是人类的本性使然。这里有2个典型的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对现状的依恋，人们通常不喜欢改变现状，这种现象被称为维持现状偏见。即使知道改变会带来很多好处，许多人仍然会感到这种变化意味着失去，因此他们往往更容易意识到变化所带来的损失，而并非潜在的收益。这导致他们本能地去避开这种损失。第二个原因是及时满足的诱惑。对健康有益的习惯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见效，而许多不良的习惯则能够立即带来刺激或者快感。这种现象被称为现在思维偏见。即使明白过量饮酒对身体有害，但当夜晚来临时，饮酒的欲望往往会压倒理性的克制。这并不是说人们完全不考虑健康，尽管他们意识到未来健康的重要性，但在面对当下的选择时，往往难以考虑长远的后果。这种情况不仅限于饮酒，也适用于香烟、甜食和垃圾食品等几乎所有与健康相关的习惯。听到这些，可能会让有些人觉得自己无法独自改变现有的习惯，但请大家不要担心。接下来，我将介绍一些基于科学证据的技巧，帮助你养成良好的习惯，并戒掉不良的习惯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养成良好习惯的技术。第一个要点是，我们日常行为的约40%是无意识进行的。当我们谈到健康习惯时，许多人可能会觉得必须要严格要求自己，比如健康饮食、定期锻炼、戒烟戒酒等。然而实际上，养成习惯是最轻松的事情之一。一旦形成了习惯，相关的行为就会变得自动化，不再需要额外的努力或思考。比如，刷牙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一项需要费力的任务。相反，如果不刷牙的话，我们反而会感到不适。这是因为刷牙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，就像曾经需要努力去锻炼一样。在养成习惯后，原本觉得麻烦的事情会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去，变得无需刻意去做。这就是习惯化的过程。第2个要点是养成习惯的心得。养成习惯不会一蹴而就。根据英国的一项针对成年人习惯形成的研究，养成新习惯平均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，而某些人和某些习惯的形成甚至可能需要大约8个月。因此，保持耐心对养成习惯是非常重要的。此外，研究还指出，尽管很多人积极希望改变习惯，但约有一半的人在习惯形成之前便无法坚持下去。如果您认为这个比例太高或者太低，那并不重要。关键是，如果意识到大约一半的人在养成习惯上失败，可能会让您感到轻松一些。养成习惯的关键在于开始。刚才提到的英国研究显示，在习惯的最初阶段，多次重复想要养成的行为，可以更快地达到无需思考就能进行该行为的状态。随着不断的重复，这种不加思考、自动进行的能力就会逐渐提升。因此，在养成习惯的初期，投入精力是非常重要的。此外，偶尔失败也是可以的。如果您希望养成每天做某件事的习惯，即使某一天没有坚持，也不会对习惯的养成产生太大的影响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，
因此不要因为一次的休息而放弃，而是要调整心态，继续坚持。不过，需要大家注意的是，如果一次的休息变成持续1周以上，就可能会使习惯的养成变得更加困难。因此，关键是要避免因为1天的休息而最终导致1周都没有任何行动。第3个要点是养成习惯的4个阶段。新习惯的形成通常需要经历以下4个阶段：1、决心，制定明确的意图去进行某项行为；2、行动，将决心付诸于实践；3、开始执行，行动的重复，每天重复相同的行为，以增强记忆；4、习惯的形成，行为变得自动化，能够无需思考就能重复进行。无论是开始养成良好的习惯，还是戒掉坏习惯，做出决心都是至关重要的。尤其是自己做出的决定更为关键，因为在自我决定的过程中，这一过程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对自己的奖励。例如，当我们被要求学习和自己决定要学习时，心情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。在自我决定时，往往会感到成就感和满足感，这种感觉就是一种奖励。在做出决定后，实际采取的行动无论多短暂都非常重要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决定改变某个习惯后，实际上付诸行动的人仅占47%。这意味着，即使产生了想要养成新习惯的想法，仍有一半的人无法付诸于实践。因此，当您成功采取行动时，首先要好好的表扬一下自己。只要不断重复这一行动，特别是在无需深思的情况下做到，就意味着习惯化已经完成。那些曾经觉得麻烦或困难的事情，此时会变得令人感到奇怪。如果不去做，就会不适应。如果您现在有想要养成的行为，可以思考一下自己正处于哪个阶段。第4个要点是养成习惯的小技巧。养成习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将新习惯融入到现有的生活环境中，要实际考虑在当前生活中实施该行为的具体情境，即希望将其融入到什么样的场景中。关键是要与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稳定行为相结合。例如，如果你想养成散步的习惯，不妨设定在晚餐后立即去散步，而不是固定在每晚8点去散步。因为如果将行为设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，一旦时间发生变动，习惯就可能会失效。这样一来，您就需要时刻关注时间。将新习惯与稳定行为相结合的好处在于，人类的行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，一个行为会引导下一个行为的发生，从而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习惯。最后是第3部分，戒掉不良习惯的技巧。第1个要点是避免危险的情境。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想要戒掉的习惯，例如吸烟、过量饮酒或者吃零食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思考一下这些习惯通常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，是否存在着某些触发因素。请大家尽量详细回忆一下这些情境。重要的是要去除生活中与这些不良习惯相关的诱因。例如，如果想戒烟，仅仅把香烟从家中拿走是不够的，烟灰缸和打火机也可能成为吸烟的信号，最终导致戒烟的失败。因此，建议将与香烟相关的所有物品都彻底清除。通过避免容易产生这些行为的情况，可以为养成新习惯创造机会。如果某些想戒掉的行为已成为了习惯，尝试找出触发该行为的因素，并思考一下如何才能回避这些因素。第2个要点是关注做而非不做。通常来说，开始新的事物比戒掉旧习惯要容易得多，而专注于不做某事，对新习惯的养成帮助不大。原因在于，当你反复提醒自己不要做某事时，反而会更加关注那个行为。例如，当您告诉自己不要吸烟时，脑海中想的还是香烟。这种思维模式需要更高的自我控制，而意志力容易因此而耗尽，导致在关键时刻难以坚持。因此，想要戒掉某个习惯时，应将目标转化为积极的行为，并制定有效的习惯养成策略。比如，与其告诉自己不吃零食，
不如在感到饥饿时主动选择吃水果。与其单纯的戒烟，不如在烟瘾来袭时去嚼戒烟口香糖。关键在于，不要被想戒掉的行为所束缚，而要将其转变为新的健康的行为，逐步形成良好的新习惯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